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接下来看看今天请到的4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莎娜老师；情感导师厉浩洋老师，欢迎厉总；情感导师许川老师，欢迎许川老师；情感导师陆琪老师，欢迎陆琪老师。来吧，接下来就看看4位老师如何帮助今天的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了解一下这一对。我们从恋爱到结婚，我发现我们之间存在很大的分歧，消费习惯啊、生活习惯啊这些的不同，都会导致我们经常的拌嘴吵架。一点小事他就发脾气，每次吵架我都是被动的。每次他主动吵完架，他还觉得他特有理。我真的希望他能改一改他的臭脾气，我觉得很委屈。有请这对嘉宾，有请。潘先生，41岁，来自南京，自由职业；李女士，44岁，来自上海，自由职业。欢迎两位哈。主持人好。好。今天为何而来啊？还不是我托他过来的嘛？你托他过来干嘛呀？他有很多缺点吧，我说的他也不听。我想借这个节目嘛，大家帮我评评理吧。怎么了？啊，其实他人还是挺好的，但是吧，他的这个消费习惯啊，我确实是不能苟同。他特别容易冲动消费啊，会被人忽悠。他那个朋友圈里面就会有朋友经常会给他推荐一些黑莓汁啊这些东西，其实本身你吃一吃也无所厚非，对吧？但是呢，他经不住别人这样给他翻天覆地的介绍，跟他讲这个好那个好，然后他一买就买了3万块钱的这个黑莓汁啊。其实黑莓正常它是有营养的，我也承认，对吧？但是你不能说黑莓汁的营养好像比其他的水果都好。我是拿钱来买健康，我又不是去打麻将啊，糟掉了。我是用于自己的健康啊。不是，您告诉我，您这些黑莓汁都喝了吗？还有一点，他就是因为一开始听别人讲怎么好，完了之后买来之后呢，其实喝到最后也是一个负担。他到最后他都不怎么喝了，他都觉得哎呀喝的感觉挺累的，而且你问他喝的有没有效果？我喝了才知道没效果，我不喝怎么知道它没效果？那个营销人员就跟他讲可以改善睡眠，改善你的皮肤暗沉，他喝了之后根本就没有效果。我就是觉得你太过于节省了。我那不叫节省，我是说你不让我买，自己的车也不换，你知道吧？15年了车他也不换，我不是要攀比。说要换好车，咱们换个10万块钱之类的车，因为你这个15年前买的这个车也是10万块钱，那个是10万块钱买车，跟现在10万块钱就不能比啊，性能啊，各方面啊都不行啊，坐的舒适度啊，不是，它是这样的，我要解释一下啊，我那车当时从买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全部都是有车库。就是没有在外面风吹雨淋过，然后日常的维护保养各方面都是很好的，包括现在开车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有问题啊？出门胎通过吧？然后跟朋友一起出去玩追不上朋友的车吧？还有就是打不着火吧？不是，他这个问题其实我都可以解释。现在还要1年年检2次吧？我可以解释，他是这样的，他那个车呢，比方说你就算买一辆好车，你出门你压着钉子了，它的胎也会通。所以说这个是胎通了，这是属于不是你们俩较什么劲呢？就我觉得这不是较劲吗？2个人对，就是说我会跟他说理的，所以说我说这个车我说是没有必要换，如果说坏了或者是真的是有必要换了，那咱们再换。家里有这钱吗？有钱就换，没钱就不换，他就特别简单吗？他就是要省钱啊，他就是要存钱。但是那车好的，你说其实那车其实都能开，对吧？消费观念不一样，对吧？哎，但是他因为这个事情还跟我吵一架啊。他吵完架之后，一转身，他去买了一个非常贵的一块手表，多少钱？8万多。那是因为你跟我冷战啊！我天天在家里面对着你，你又不跟我讲话，我多郁闷啊！我太委屈啦，我心情不好，然后我又喜欢这个手表很久了，然后我就让自己开心点啊。但问题他是透支消费的，他当时身上是没有钱的，刷的是信用卡，一把都刷8万多块钱。那我知道我下个月钱能到账，我才敢刷啊。但是你问题你钱没有到账啊，我才敢花这个钱啊。你钱没有到账，你如果说钱到账了，肯定能到账，你把你的财务安排好，财务安排好之后，你说我有钱了。
了，我喜欢我买没有问题。我财务安排的很好，我没有让你给我还钱，也没有让我家里面给我还钱。他兜里面是没钱的，他说下个月我会有钱进账，我确定下个月，我确定这钱后来谁还的？我自己还的。我有100块钱收入，我绝对不可能说是我用200，对吧？要是我呀，我一定一头撞墙。还不抵拿10万块钱换辆车呢，知道吧？你看，这个人有时候你得算大账，你不能算小账。后悔吧？我反正你不如换辆车，他也不生这个气，对不对？你说他说他喜欢一个东西，他可以买没有问题，但是他喜欢的东西，比方说他买衣服，他喜欢买1000、2000、3000、4000衣服，他都是买，但是他喜欢过了之后1、2年他就扔掉了。我没有扔，我给身边的朋友了。你给了别人，对于你来说，这件衣服就是离开你了，就是扔掉了，不叫浪费，没有扔。那我像你呢，你的衣服穿10几年你都不扔，我让你扔你还生气，你穿出去都很土的。衣服是这样的，衣服我可以解释一下是这样的，就是说衣服首先就是说我们男士的衣服啊，升级换代的比较慢，款式基本上它不会年年都变。我的衣服，比方说一开始是有5件，然后我第2年我添了3件，我第4年又添了3件，第5年又添了3件，对吧？你时间长了之后，肯定衣服会越来越多，那我每件衣服穿的频率也就会越来越少。是。对，穿的频率少了之后，我就会洗得少，洗得少了之后，这个衣服就不容易坏。对。啊，就不容易坏，不容易坏的话，那我就放在那个地方，我没有像他那样1年2年就扔，我没有扔的习惯。然后你说我衣服穿的时间久，我穿的时间久是什么概念呢？是我旧衣服在家里面穿的舒服，而且也不脏，干干净净的。照你这样讲就是这样的，家里面什么东西都不扔，你必须要把它用坏了。我不是叫把它用坏，我是叫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你的东西如果说是坏掉了，我把它扔掉了，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这个东西还是好好的，我就把它扔掉。那个菠萝呢？你说菠萝吧，我们从乡下带回来的那个菠萝已经捂了好多天了，我就问他，我说这个菠萝你吃吗？你不吃我就扔掉了。他就生气啦，你不好的给我吃啊，然后发大火什么的。我说那我如果扔掉了不跟你说，你又生气，那我肯定要问一下。就像我那个猕猴桃扔掉了，他还把它捡回来，说这个猕猴桃好好的，你刚刚把它扔掉啊，我可以吃的啊。是这样的，因为有的时候啊，水果如果是坏掉了，那么即使坏1/3也得全扔，这个是肯定的，因为它里面会产生不好的东西。这个常识我们对常识。但是比方说猕猴桃啊，它时间长了之后它没有坏，它是表皮干了。那表皮干了，里面都是好的，那就没有必要扔。然后呢，那个菠萝如果说是表皮干了，也没有必要扔。但是我为什么生气？这一句话你就跟我为什么生气？我生气的意思就是说，你有好的东西，你可以给别人分享，但是我如果这个东西我马上是要扔掉的，我问你吃不吃？不吃我就扔掉了，这样是不对的。你看我们看那个电影，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你看我们看那个电影，有那个冯巩演的一部电影叫《没事偷着乐》，然后他就特别爱看他老婆吃那个鸡腿，他认为吃鸡腿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他也特别喜欢吃，但他舍不得吃，他给他老婆吃，他就觉得哎呀，我这个就对老婆特别好，然后很温馨的一个画面。你如果你让哪一天冯巩你把他不吃的鸡屁股你让他老婆吃，你看他老婆会什么反应？这是不一样的。所以就一个菠萝，就说你这个坏女人，不吃的给我吃啊，凶得不得了，跟我吵。所以我跟他讲，我说你不能把你认为不吃的给我吃，我说你这样讲是不对的，我是跟他说你这样沟通说话的方式不对哎，还有个最简单的例子，家里面的接线板也给他扔掉。你说接线板放在那个抽屉里面，我爱谁惹谁了？他说接线板脏了，家里面到处都是插座，要接线板没用嘛？我扔的只是没用的东西，对吧？接线板怎么会没用呢？家里面虽然是有固定的插座，1、2、3、4排放好的，但是你看第2天家里面来客人，那就要吃火锅，火锅它那就差一节那个接线头。那我也不知道第2天差一节接线头之后，那么就必须要去买。我说家里面不是有接线板吗？他说给我扔掉了。搞得我哭笑不得，那临时再到超市里面去买，这不是没事找事吗？买新的不好吗？只是有灰，灰脏了一点而已。你说就把它扔掉了，有意思吗？没有任何意思啊！接线板你把它插着使用都没有任何问题的。你买一个新的和旧的接线板有本质区别吗？没有本质区别。那你干嘛要扔呢？如果是别人家的话，那开心死了，我总给他换新东西。你呢，就是每次都是跟我生气。勤俭节约是美德啊。铺张浪费一定是不对的。咱们关于这财务问题，关于节俭和浪费的问题，咱能先聊到这儿吗？可以啊，先这样了。你们俩在一起多少年了？恋爱2年，结婚1年不到。啊，就这样了？反正每一次都吵嘛。那会儿为什么要结婚呢？
我喜欢他，他喜欢我呗。这不才结婚1年，怎么就打成这样了呢？结婚是看优点嘛。其实我就是希望他就顺着我一点，不要管我。哎呀，你一个男人，你那么较劲干什么嘛？我也不是说较劲，我只是说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吧，你总得有个磨合的过程。一开始我以为呢可以慢慢的磨合，结果没想到呢，就是说他的这个很多的消费习惯呢就会越来越离谱，就是这个到我还觉得你离谱呢，你连纸箱子都不扔，家里面聚了多少纸箱子啊？好长时间才卖20块钱。不，我们从小到大，我们接受的教育就是说，有东西把它节约起来，然后可以当废品卖掉，一直都有过这样的习惯。所以我感觉你跟我就不是一个年代的人，你跟我父母是一个年代的人。所以啊，所以我把这个观念说给他妈妈听，他妈妈就特别认同我呀。对，他们俩就特别谈得来。对。哎，你纸箱子放在家里面乱七八糟、脏七八糟的，有什么去头呢？那只是说明你扔出去自然有人捡，那只是我的。好了，不讨论了。2位辩友，你们的口才都很厉害，都很厉害。我问你们具体问题啊，你们结婚这1年来，这财务上面伙在一起的还是 AA 啊？财务是这样，生活费大家裹在一起算，然后另外剩下来的他有他的支配权，我有我的支配权。这个裹在一起算是什么意思呢？比方说，我每月给他3000，他自己拿3000、6000，完了之后随便怎么过日子啊？哎，就是这样的。剩下的钱呢？剩下的钱完了之后，他买化妆品啊，他干嘛？或者我买我的各自的嘛。哦，那不就得了吗？对啊，那不就得了吗？你着什么急啊？你较什么劲呢？俗话说得好吗？要有勤钱的手，也要有聚钱的斗。你光有勤钱的手，你没有聚钱的斗，你到最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你那个斗不都在你自己手里了吗？我也是为他考虑，就是说他总归要为自己也要考虑一下，也要为自己不是有你吗？考虑啥呀？我是跟他灌输这样的观点，他的意思就是说咱俩都不需要考虑，如果没钱了就刷信用卡，他是这样意思，他是月光，对未来比较担忧是吧？啊，未雨绸缪。天晴防天阴，你现在有归你现在有，你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啊？行，所以今天来的目的是要让老师帮助教育他，扭转他畸形的消费观，还是？我觉得不叫教育，我觉得应该换一个词，叫做引导他。因为我觉得天下有2件事情是很难的，第一件事情是从别人兜里面掏钱，第2件事情把思想强加于别人，这都是最难的事情。但是你现在一定要我存钱。不，对，但是我讲不了他了，但是我希望老师引导他啊，引导。对，引导不一定有结果啊，也有可能是有人引导了你，对吧？我自己主观认知很强的，别人一般引导不了我。所以要是引导不了的话，这日子还过吗？日子还过。对啊，你总不能生个小病完了之后就锯条大腿吧？你总得生个小病吃个药打个针，应该可以解决问题。行了，懂了，明白了。来吧，各位老师，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潘先生，如果你凡事都锱铢必较，你会让你身边的人非常非常有压力。你知道，你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比如说，我跟你说1，你一定要给我讲出这个1背后以及它这360度把这个1给我讲清楚。我要的是那些道理吗？而且你说的道理就一定绝对正确吗？不是吧？你不能说你的价值观就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价值观，唯一的衡量标准，只有你的价值观是对的吗？你讲的这个我认同，对吧？对。所以，在面对夫妻关系的时候，你不能把你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他人的身上。2个人相处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谁对谁错，而是在乎对方的感受。对，你讲的是有一定的道理。你非要跟我较这个真儿，较这个劲儿，干嘛呢？我就是提议咱们家换辆车，你给我讲这车一大堆的原理，就很简单的一件小事，你非要把它扩到无限之大，就这样会让你的妻子很累，到后面就不想再跟你沟通了，因为只要我打开这一个话匣子，我就被说教了。夫妻过日子有那么多对错吗？有那么多是非黑白吗？他只是在吵架的过程当中，然后会进行到这一步。所以你争的是什么？你对了又能怎么样？你得让他喘口气儿吧。对于女生也是，你在婚姻生活当中也是不考虑她的感受。你说她的衣服旧，你给她买不就完了吗？说那么多干嘛呀？所以你也同样放下情绪，多去考虑她的感受，就没那么多架可吵了。谢谢。大姐，你1个月工资多少？1年20几万。
1年20几万是吧？1个月2万块钱。你20几万，你敢花8万买表啊？所以他才生气的。我觉得表还好啊，这是个固定资产啊，这是蓝表其莓实还不算固定资产，表它是你一折旧拿那个地方就没钱了。他比方8万块钱买的，你说我要周转一下，嘣4万，砍掉你4万。表我觉得还能接受，虽然是超过了你的经济能力，但是3万的蓝莓买的特别愚蠢。黑莓。而且呢，买错了以后你还不觉得错，如果你不觉得错，以后这个坑啊，你还会反复的跌，所以这个你得认，所以该认错的错要认。他说你的有些话要听，大哥啊，我也是辩论队的。来，咱们一起辩一辩。不，你别喊我听我大哥，了你的滔滔江水，哎呀，我的仰慕之心也是滔滔江水。其实我对您也是挺仰慕的。哎，真的吗？对，你要知道我是不是？对，知道。你看过那么多的书，还有那么多的电影，是不是？你都能引经据典，张口即来。你也看过那么多的人，我问你，你在所有的人里边，算是平均值的吗？还是比较抠的？我不属于抠，咱们就说嘛，是平均值吗？平均值，如果说是……哎，你给他买过表吗？没有。就是啊，你起码对自己爱的人和老婆都抠嘛。你为了老婆换了一个车吗？没有。对呀，因为我是想……所以你觉得你算是平均值呢，还是咱们要说特别吝啬也行？不对，这句话不对。特别不舍得花钱行吗？不对，也不对，不对，平均值，而且在平均值以上。你全活在主观里面。我给你举一个例子，他扔了猕猴桃，你不让扔；他扔菠萝的时候，真的是胆小慎微啊。扔吧也不是，不扔也不是，所以才说了那句话。你说你把不好的东西弄给我吃，别人是这个心理吗？你还是用你主观的心理再去解读它。厉浩洋老师会错意了，就是说我知道他当时说话的那个心境不是说把坏的东西给我吃，我只是跟他解释，我说你不能这么说。然后我为什么跟他发火？如果你是解释，那就真的好了。你为什么发飙呢？为什么发飙？那是因为我跟他讲了很多次，还是因为你活在主观里边？不对，因为我跟他说了很多次，我说你跟别人讲的时候，你不能这样讲。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只想问2位一个问题啊，就是厉总的意思我明白了啊，你跟他那么较劲干嘛呀？跟厉浩洋老师在一起谈论特别有意思。哦，原来是这样。不管有没有意思。我只是跟你说，不要再活在你的主观里边了，那个主观特别的可怕。好，谢谢厉总啊，徐老师，想问2位一个问题：先生，你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长大呢？你父母亲也这么节俭吗？正常的，我父母亲是正常过日子，没有说是很节俭。我只是说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这样的一种教育。女士，你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长大的呢？从小父母做生意，他们是。做生意没什么时间，就是什么都。这很简单，你精明而不聪明，你精致而不节制，2个人都没有推动这个家庭的能力。换一个10万块钱的车，你们家庭共同的存款有多少啊？你们是不是都没有存钱一起？还说什么未来呢？还说什么家庭呢？计划呢？你不是一套一套价值观吗？你不是很多先进的理念呢？你们过多的着重于自己的立场、自己的想要的对错了，你没有真正去看到这个家庭的方向在哪里，怎么让这个家成型，怎么去推动整个家的前进，而不是你要变成我，他要变成了你，你不就跟自己结婚了吗？他要变成了你大手大脚，你觉得你们这个家过得下去吗？所以，第3选择，我们找出彼此的需求，其实很简单。你们每个月拿3000块钱的生活费出来，你们再拿一笔钱出来当成共同的储备金，这是家庭的必要嘛？储备金之外，你爱怎么用怎么用；储备金之内，我们家庭的大笔的开支，各自都有决断或者判断权就可以了嘛。不要指责对方，成为对方的协助者。而不是成为对方的老师，对，就这样，谢谢，谢谢，谢谢陆琪老师啊。我曾经也有一段时间就是您这种思维方式，我带我父母去吃饭，老头老太太快80了，就中午去吃个红鳟鱼，我就非要到一个地方去吃，因为那地方特别好，但是那天又堵车，我们这一路开啊，每开一段都有一个红鳟鱼馆。
老头老太太在后面饿的都不行了，我也饿呀。你说在路边停随便吃行不行？其实也行。不行。哇，今天带他们来就是要吃最好吃的，开到那儿2点了，都饿坏了，谁也没胃口吃那个饭了。好吃还是不好吃，已经没人知道了。像吗？像。就是我们人的内心总有一部分是属于我们自己坚定构架出来的东西，但是当我们2个人真走在一起的时候，这部分的构架是要把它打开，做一些重新构建的。人生在这时候相逢都挺不容易的，没有多大的事儿。你仔细想想，你排练的那些事儿，跟我说那吃饭的事儿像不像？像。就是学会彼此的包容就好了。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吧，一起进入真情60秒。其实吧，我觉得，来，请关门。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女士愿不愿意做改变？男士愿不愿意说一声对不起？我们来看一看，请开门。我爱你，你爱我。哎，你说声对不起给我们听听。男人要大度，来。对不起，我以前脾气不太好，我以后尽量。以前一直都是朋友的关系，直到去年一次偶然的事情让我俩走到了一起。在一起之后，我总觉得我们一直都没有很信任对方。他性格很开朗，我们能玩到一块儿去，但一旦我们发生分歧，他就变得特别强势，处处都要和我争个输赢。最近他对我越来越冷漠了，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对我的新鲜感没有了，想和我分手。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我有时脾气不太好。我现在只想好好的冷静一下，为什么他非要逼我呢？有请这对情侣，有请。小景23岁，来自江西销售；小文24岁，来自江西舞蹈老师。欢迎2位年轻的朋友哈！主持人好。好，主持人好。今儿要来干嘛呀？是这么回事儿，是我要来的啊。就我俩之前吧，都是朋友关系，2、3年了。然后因为今年跨年的时候一次机缘巧合吧，我俩就从朋友关系转变成了这个恋人关系。我就很好奇，什么样的机缘啊？因为他朋友的一件事情，反正具体的可能不太方便说，反正就是我们俩就是因为那件事情成为了恋人。哦，这是一个特别的跨年，让它过去吧。后来呢？然后后来吧，我一开始就是我俩处的也都挺好的，就是说大家都互相挺熟悉的嘛。可是就这2个月，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对我的这个态度啊，就发生了180度的一个大转变。微信呢发个8句10句的，他就回个1、2句，也会哦好的，就这种消息。然后我也找过机会问他，我说我们之间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他也不具体告诉我，我觉得太焦虑了，这样对我来说，就感觉是冷战一样。除了微信之外，还有什么变化呢？你觉得？还有就是对我的态度，也就是很不耐烦了。比如说我们有一次啊，约好去动物园玩，到了那儿天就下雨了，我说那没办法，咱就先去商场啊、超市啊吃点东西吧，待会儿也好逛。然后我们就去了，去完之后呢，我们也吃饱了，他突然一下他就给我甩脸色了，他说我不去了。为啥？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我是一个要面子的人，走到哪里都是公众场合。那天也下了雨，外面，然后我们有经过动物园的时候，他下去帮我移那个停车牌。然后可能脚上有一些泥巴，我是一个非常注重形象的人，我觉得时时刻刻人都要保持一个光鲜亮丽的状态。他走到商场里面一个公众场合，你就那样的泥巴，然后拖个湿淋淋的头发走进去，你觉得好看吗？你就因为不好看，然后你就凶我，就说不去了，你不觉得很莫名其妙吗？不是，谁认识你呀？对啊，你跟我谈恋爱，你又不跟面子谈恋爱。怎么了？外头下雨，进商场避个雨，头发淋湿了是一种自然状态啊。反正我是不喜欢。行，还有什么样的事儿呢？我们就是真的有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一些几10块钱的事情都能吵成大吵，我觉得没有意思。比如说什么样的事儿？比如说，我们2个有一个规定，就是吃饭一定要吃3菜1汤。在一个餐馆吃饭，已经点了2个菜，然后最后一个菜我要吃辣椒炒肉，他要吃西红柿炒鸡蛋。当时那2个菜已经上来了。我就一定要吃辣椒炒肉，为了这个事情我们2个吵架。他当时拍桌子，把那个他是有一个进口的一个盘子，铝箔金的，然后给打碎了。
那我也不是故意的，我当时真不是故意的。对，你不是故意的，你打碎了你就往外面走，你就跑掉了，那我也是吵架。不是这个有什么好吵的？你点那个炒肉，你点一个炒鸡蛋不就得了吗？对，再加一个菜吗？我们两个可能也比较节俭吧。没有，因为太能较劲了，不是因为我觉得太浪费了，因为每次他都饿了之后他就点很多，点一大堆又不吃完。那盘我不知道他赔的。他走了，然后我要去追他，服务员拦下我就不让我去追他，就赔了600。就是反正那盘子肯定是再加一西红柿，肯定是能吃得起。对，我觉得这种事情是没有必要的。而且你知道我这个人，我希望就是。我们两个谈恋爱的时候，什么事情尽量由男生来做主。我觉得我是一个个人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大男子主义的人吧。就是我说什么，你应该去做什么。那我可以理解。你理解什么？你理解并不代表你说什么我要做什么。而且最近你对我这种态度。我一点都感觉不到你对我什么关心啊、担心啊。我最近工作很累，很忙。反正你就各种借口，就是一直都是很累、冷静。就是我需要空间，我要冷静。我找他说事儿吧，他也不讲清楚，也不告诉我为什么。我来这里我都是扣了工资才来的，你也要拖着我来。那我就是想拖你来说清楚。你觉得有意思吗？现在这样，还是吵？对，这样肯定是没意思啊！把吵过的事儿再吵一遍嘛，加深伤害嘛。那女生觉得男生为什么会对你最近情绪变了呢？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新鲜感过了，对我不耐烦了，而且他最近这2个月态度变化太明显了，我忍不住就翻了一下他手机，多了得有个20多个异性吧。谁让你翻我手机的？那你自己都这种态度了，我问你也不说，女生第六感就是很强啊。但每个人都有个人私人空间，好吗？那你家那20多小姐，你对了。我跟你有说过，我们每个月。公司都会有绩效的考核，我从事的是销售化妆品行业的就是我一定要跟这些20多岁的这种年轻的女性打交道，但是我赚这么多钱，我不是为了你吗？那你说为了我，现在你用这种态度对我，然后又冷落我感觉不到，我真的感受不到。但是我那段时间工作压力真的很大，工作10个小时，我8个小时要打电话，我根本回不了你微信，好吗？行，回不了微信，加20多小姐我都不说。那你告诉我，你携程上面的订房记录怎么回事？什么时候就有订房记录？携程上面你不知道吧？之前我们飞机是用我的那个手机订的，携程号就挂我上面了，所以他订的任何东西，我这边都能看到。你不记得我提醒你那天晚上啊？我问你去哪里了？我已经跟你说过了那件事情，而且你没有跟我解释清楚。我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然后当时晚上已经很晚了，说想打个麻将，那最近的一个酒店。他已经没有麻将房了，只有大床房才能搬麻将桌进来。然后我订的是大床房加麻将桌，而且我们3、4个朋友，只有2个异性。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你跟我说的，他跟我说的就是，给我发了个微信，说我今天晚上跟朋友出去玩，去哪里也不说，跟谁也不说。然后我给他微信发嘛，我说我不是给你报备了吗？我说我要出去玩。你这叫报备吗？完了之后微信也不回了，电话也不接了，这叫报备吗？但我说了你不信的，我觉得咱们2个在一起之间要的就是信任 ，OK？你这叫我没有办法信任你啊！你给我的安全感也不够呀。那你要时时刻刻的去微信视频吗？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你说你绑定我的微信的定位，我走到哪里你都知道。你绑定我的携程消费，我每一次在外面只要是出差、开房、消费，你都知道。而且我最接受不了，你为什么要绑定我的微信支付？我哪怕买1瓶水你都知道。那我也是不放心你啊！你最近就这种态度，如果你不是这种态度，跟之前的咱俩好好的，我能去。你不觉得这样？我闲得慌吗？一天到晚。你不觉得这样像一个监视器一样吗？我不觉得。行，那你给我解释一下，七夕节的时候你上厕所，我看到你手机有一个王哥给你转1314。这个事儿我给他解释起码不下3遍了，他还得搁这掰扯。你现在再说一遍也不信啊。那个事儿怎么回事？约我舞蹈老师，完了之后，另外会去接活动嘛。接了活动之后，当时七夕节，我们那场活动做的挺好的。王哥就我一个客户，然后做挺好，我们的总款1200块钱。完了之后，他说借着七夕节这个契机，1200块钱借这个契机给你转1314。人家就是觉得说多转一点钱给我也没咋地吧，而且我给他解释3遍，他就不信。怎么说都不信。他怎么不给你转1300、1400呢？给你转1314。你就搁这字眼，你就卡着那10几块钱有意思吗？我就是不信。哎呀，你开房，我收红包，你们俩挺对等的，啊！你说你一个舞蹈老师，你为什么经常晚上超过2点钟再回家？我之前跟你说了呀，我说了我会去兼职接其他的活动，有时候谈业务，或者是我们活动做完了之后，然后我们去聚个会，聚个餐，再去 KTV 唱个歌。你谈到酒吧去了，你谈到2点，有理吗？你觉得？不是有没有理的问题吧？重点是我之前给你解释过了，我也说事实就是这样。
我们就是活动结束了，完了之后一起去吃了个饭。那你需要谈什么业务？谈到每个星期有7天都要在酒吧里。我有每个星期吗？你夸张了吧？对，你就算只有那2个星期，每天超过2点钟回家，然后完了不给我回微信。那我当时跟他聊着业务呢，我手机也没看，开着静音。不是，我特好奇的问一句啊，就酒吧里怎么谈业务啊？没有，我们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活动好多都是做完了之后，其实也不是谈业务，去7天里面有1天是谈那个业务，但大部分都是我们做完活动之后要去聚餐，吃完饭之后大家去唱个歌呀，去酒吧玩一下，放松一下，就这样。哦，主持人你相信吗？那听懂了，我是不相信。连续7天，1到6天的时候，我都在忍，我第7天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了，我在门口堵你，2点15，你搂着一个男的出来。那是搂吗？你不要曲解好吧？那是搀扶好吗？就是我搀着别人出来，因为我那个客户他喝多了，而且当时他过来的时候我看着他了，我还喊了他一句，我说你过来扶一下，我说我客户喝多了，是吧？如果我真有什么猫腻，我会让你过来扶一下他吗？对，我当时是一肚子火，但我能当着客户朋友面，我也不好发飙啊。不是，你有什么事情你都可以，他就这样事后翻账，当时他也不说，他觉得这个事儿就过去了，然后事后就给我翻各种账。对，当时我已经很明确跟你说，我说我不希望你这么晚去回家，你这样让我真的很没有安全感，你知道吗？那我也是为了多赚点钱嘛，我俩开销非常大，就我俩经常出去吃的挺贵的，也经常旅游什么玩什么的，完了之后2个人还拖了2套房贷。我觉得不是钱的问题了，这样就是非常的没有安全感，而且你这段时间，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不理你？你真的。有时候是我问你啊，你不告诉我呀？你特别强势，你没有发现吗？你觉得换谁能接受得了啊？我已经处很在忍让你了。我有理说理，我又不是不讲理的人，我真不知道我哪里脾气大了。哎呀，2个小朋友啊，心里都藏了不少事儿，是吧？你说你跟他在一起，你没安全感。对。你说你跟他在一起，你没有安全感，是吧？之前是没有什么的，就这2个月他态度变化了，让我觉得很不安心。你们这安全感都被谁偷走了呢？他有女客户，是因为工作需要，为了给你挣钱，所以要加很多小姐姐。你说我开销大，所以要加很多小哥哥。我特别好奇一点啊，你今天把他拉来要干嘛呀，姑娘？我就是受不了他最近这2个月对我的这种态度，我觉得要谈咱就好好谈，好，要不然就分手。对，要不你不行的话，毕竟之前都是朋友关系嘛，你说不谈了吧，也回不了朋友关系了，就这缘分也挺可惜的。因为我之前也找过他，我私下找过他，他不听啊。但是你不觉得这样真的非常无理取闹吗？我觉得我这种事情，我们2个人静下心来，好好的，你让我忍几天，我和你好好沟通一下，不行吗？他的忍几天不是正常的冷战，人家1天2天我可以接受，3天我都能接受，他是那种。哐当1个礼拜2个礼拜，也不理你，也不怎么回你，然后我问他怎么了，没事啊 ，OK 呀，你忙你的去呗。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正常情侣该有的状态。你不觉得我忍着忍着，真的会让一个男人很憋屈、很难受吗？我问你啊，为什么要忍？我觉得其实男生有时候还是应该包容女生一点，让着女生一点。啊，他做的不对的也要包容吗？我觉得该包容的还是应该，男人应该大度一点。那你包容啊。有时候太多了，我也真接受不了，所以好矛盾，对吧？至少你愿意跟他来，我看到的是说你还想跟他继续交往下去，这个对吗？算是吧，但我算是内心比较纠结和挣扎，所以会来。对，女生我们看得很清楚了啊，我就是要来解决嘛。分手我也可以接受，不分手我们就好好的相处，咱们把话都说清楚，这事儿就算解决了，对吧？对，来。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男生在刚才表达的过程当中一直强调，就说你自己认为自己大男子主义是吧？你需要一个女人在你身边，是你说什么她就要做什么。不全是，但是我觉得大部分我认为对的，女生应该听我的。凭什么？我觉得我比她有主见啊。多出来的钱你退给她了吗？没有，就是关系都挺好。13、14在情人节送什么意思？你告诉我。没想那么多，当时人家也跟我说了。没想那么多，姑娘，那你这段感情找不到安全感是应该的。就说这么多，谢谢。好，谢谢珊娜老师。厉总，看到你们2个，我对感情有了新的认知，啊，因为以前呢，我和我太太2个人是冰火2重天，我觉得2个人完全不一致。没法在一起生活，现在我发现2个人如果完全一致，也没有办法生活。他肯定是有事嘛。如果没事提前就告诉你清楚了，我去打麻将跟几个朋友。如果我真的不告诉你，
我知道你会发飙，对不对？我真的是他肯定，哎，他都监控你微信到那个地步了，你知道他肯定会发飙，是不是？如果是我，我一定拍张照片，这天晚上我们4个人，对吧？万一你哪天发飙了，我给你看呀，我没事儿，对吗？你也一样，1314客户款，你只要回一句话说打给我1200，不就行了吗？不难，一句话，或者你退给他14块也行。你有吗？没有，所以你俩一样样的。关键是没有一方反省说我要改，你们两个没有一个要低头认输的，以后肯定是针尖麦芒、烈火劈雷，直到永远。如果你们能承受，觉得还愿意享受，你们自己选择。对，但是我今天到这里来，我就是有一点点希望吧，我抱着他能改。你不要有一点点希望，他的性格怎么能改呢？他的性格基本是愈演愈烈了吧？你的性格也改不了，你也没有全对，你自己的那么多事儿也动不了，所以你们两个，我个人觉得我也没有想劝，我想劝的就是找到那个真的跟自己合适的。好，谢谢厉总。来，徐老师。相反，我觉得你们两个非常好，因为我知道今天在现场的是你们2位，但是在电视机前可能会有很多跟你们一样，因为一些小事来回争吵的年轻的朋友，所以我接下来这段话呢，是对所有的像你们一样在感情当中非常挣扎的年轻人说的。我为什么说你们2个人好呢？第一点，男生说他来了，并且他刚刚讲了说还是抱了一点希望的，对吧？这点希望就是好的。做事情不能光看结果，更要看动机。动机是2个人都希望把感情经营好，这就是好的。第二点，2个人对未来有规划，已经买了房了，并且还知道挣钱，这就是好的动机。然后，你们还知道去纠结对方，互相查得非常清楚，所以我觉得很好。那么接下来我来回答一下你们在刚才互相提出的问题。女生说不知道为什么男生现在呢回微信晚了，越来越不耐烦了。你的解释是觉得新鲜感过了。来，我告诉你，并不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呢？感情的发展有自己的规律，感情一般来说分为4个时期：激情期、平淡期、磨合期、共生期。一开始是激情期，干柴烈火，看一眼都能点着了。但激情期不会长久，再亲密的情侣，激情也会慢慢的衰退。所以你们的激情不持久，这是正常现象。激情不持久之后，马上就会到达平淡期。因为我必然一段感情会从浅的、热的变成深沉的、厚重的，所以你们正在这个时期当中。如果你们以后结了婚，还可能会遇到磨合期呢。只有度过了平淡跟磨合，2个生命真正的融合了，才能到达最终的共生期。这是第一个，不用再担心那么多了。第二个问题，我看到的是男生说我大男子主义，然后呢你要听我的等等等等。女生说强势、情绪化。我觉得把人标签化是一个特别不负责任的一个行为。为什么呢？因为我说你大男子主义，你就大男子主义了呗，或者你也认为自己是大男子主义哈。但其实一个标签背后都有很多种解释。大男子主义也许意味着强势、粗暴，但是男生也说了，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男生，我需要承担更多，对不对？什么叫真正的大男子主义？小伙子，是自己扛起来这个家，这是真正的大男人。计较可不一定是真正的大男人。那什么是强势呢？一样的解释啊。强势不光是消极的解释，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词的时候，不要马上把那个标签化往自己身上套，尤其不要把那个负面的解释往自己身上套，多想一想这个词还有什么正面的解释，我怎么能用这个解释把自己的感情经营得更好，就这样。好，谢谢徐老师。来，陆琪老师。很简单，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人选对了吗？你觉得人选对了吗？对吧？人选对了吗？我觉得挺对的吧，各方面也都挺合的。只是因为最近这两个月，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有点慌了。人选对了，为什么会不安全呢？人选对了吗？你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还说什么选？我选的只是当时的感觉吧。我问你选对了吗？我是问你，你知道你要选什么吗？你根本不知道，你也不知道。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你真正想要的那个人和你最终站在你面前那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们焦虑，所以你们痛苦，所以你们不耐烦。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人做对了吗？你们自己想一想，1314777发给你的，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
就应该回一句嘛，对不起王哥，我有男朋友的，这个钱我是不能收的，男朋友看到了之后会不高兴的，你还是把那1200给我吧，就退了，话不会说吗？人做对了吗？你也是，你开房对吗？为了一个炒蛋，为了一个什么肉片吵架对吗？这是男人该干的事儿吗？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也不知道做人的时候缺了什么。所以我的意见其实很简单，我建议你们谈恋爱之前先学会做人，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去控制对方，先花那么多时间来好好的修正自己。谢谢。好，谢谢陆琪老师。决定你们来做，想清楚，一起进入真情60秒。其实吧，我还是很开心，就是你能够陪我来到这里的。你说你也请了假，我觉得你应该心里还是在乎我的。就是我可能有时候脾气也是大了点，但是就是我觉得我们从普通朋友啊走到这个情侣关系也非常的不容易。我还是希望我们可以相互多包容一点。其实跟你在一起这段时间挺开心的，如果你愿意去改的话，我觉得我还是自己也能够从自身去寻找一些原因。我还挺相信缘分这个东西的，挺难得，我觉得看缘分吧。谢谢两位啊，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来吧，看看年轻人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从来都没有给你戴过戒指。有网友提问说，我们是网恋认识的，他大我1级，今年考研。最近呢，我去他的城市找他，去了之后才发现他妈妈对他管得特别的严格，甚至呢，他说要是让他妈妈发现他考研期间谈恋爱，就会没收他的手机。知道这些，我特别想跟他分手，觉得他像是一个没有主见的妈宝男，我该怎么办？遇到妈宝男，千万不要心存幻想，你可以战胜他的妈妈。如果你受不了、忍不了，那只有逃。同时要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